你即使医学你要做什么诊断，你也是要看你的资料的一些相关的哈，所以这一方面我是有根据我，反正我有理，只要他敢出来讲，他现在就是不敢出来讲嘛，他怕你证据曝光啊，所以他继续给你监控啊，就你只要谋杀成功了，他就是什么事都没了。那我当然我也要争取时间，浪费我生命哎。哦，然后这个就是说其他侵权的那个迫害情形，就包括说不止监控嘛，它就是窃听窃录嘛，哈、然后而且就是说常有报复性的压制行为啊，哈、我说他们那个很厉害啊，有时候我只是讲话啊，我都讲得很小声哦，哦，然后呢，他马上听到那个不高兴的话，我马上就攻击，就是他马上就是一个射过来。然后呢，而且是你看，因为我住的那个区域哈，就我们家有个院子，那刚好四周围那个邻居而且超过10户哦啊，包括再远一点的话，再包围就更多了。他常我讲说，哎，右边或者是故意讲嘛，也是有那个跟你讲一下说你不应该这样欺负我，说你右边这边你姓李的邻居哈，比如攻击了我这样讲，马上换左边，他就互相合作嘛。然后就是被中啊，你混淆啊，然后我在讲左边，他马上换后面，就这样四面八方啊，整个我那个区域都是这样子。然后呢，哦，然后他不只是这样，我发现哈、我被侵权的那个，就说因为我本身我现在就说我离开生态以后，我就做佛学的研究嘛，啊，当然也会看一些像其他的那个书籍啦。然后就是说或者是我跟我家人谈话，那我发现我那个讲话内容哈，然后被刊在媒体的那个相关内容，它可能用在不同的那个事件上哈，或者是说一些政策上的那个修正啊。我发现哦，以去年呐、那个102年为例啊，1月到5月就有98例啊，然后同样102年的哈，10月到12月有184例啊，好，尤其我去年12月下旬啊，24号到26号我去台北宜兰，光那3天哦，我这边要强调是我外出哦，也是被追踪相关的新闻24篇的新闻，就说他就是说看你做什么嘛，然后他就去弄相关的新闻嘛，就变成就是说他们就是一路跟踪你啦，哦，可能你可以讲说。啊，我们对你出家人好奇啊，问题是你为什么不可以用问的？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法？而且你还涉及到说你影响我的言论自由，还有报复性的压制行为。我就能讲了呀，你不知道感激，然后你听到不高兴你就马上报复人家，控制别人。然后可是你看我光一个出门哦，出门3天，然后这个比例呢就占了他侵权的内容1/7。所以你看我到了一个地方嘛，包括坐车。做什么行动，去哪边住宿啊，都全部被跟踪，也是当然被迫害啊。他一样给你用那个放射物攻击。然后今年的那个103年1月到3月哈，有90例啊哈。我这只是在举出来说，他有这个媒体哈这个扩散的那个事实啊。而且这个记者就是说我那时候去台北地检署嘛，然后常常会有一些案件，然后就有记者在那边守候啊。那我就问一下记者，我就跟他讲一些那个我这个情形。他说，像我的这个案件哦，他一说这个新闻是高层发的，好，他说不可能他们自己会挖得到那种新闻的，哦，然后后来一查就是跟总统府那边有关嘛，整个就是从那边才确定就是跟马英九这边他有关嘛。那这边就是说，这一张是我家的那个监视器啊。好，这边要讲就是说，那个会看的话就知道说，这边哦，它这个就是你窃听嘛，它现在可以用光速窃听啊。好，这边有一条，这边是我那个住处出来的那个走廊，它这个是整个院子区域嘛，所以这靠近这住处。它这个前面是我哥哥的诊所区啊。好，等于第一集我大。叫平房区的前面一个诊所区，你看都是在你住处的那个最前方就有那个光束嘛，就是被窃听嘛。哦，
啊，我那张里面照片有一些就是说什么布啊，什么破洞，那个就是环境破坏嘛。就是说，你看可以把布烧破，一些光束、这种米啊，或者是镭射那种东西、放射物那种东西，可以强到把那个布烧破。哦，所以说我在反映就是说，还有一些植物也受到变化嘛，一些环境变化的那个例子。那其他当然就会牵涉到说，它会破坏我的电脑档案呐、就是至少是要侵犯著作权，还有灭证嘛。那还有就是，平常就是现在就是说，因为这个已经前后已经六年多了，快7年了，所以这个抹黑跟毁誉这边一直加重，因为他就是一直就是说怕你讲嘛，人家会相信嘛，他就一直越抹黑嘛，哦。然后这个整个就是说，我还有讲一个，就是说他剥夺我们家的。剥夺的一些相关资源。可以吗？哈。放在那里，开了之后。移动上面。你们在做什么？听人讲。我们在接一个那个跟那个宗教关怀这个有关，像你那个啊，我们刚才讲那个脑部功能嘛，它不是有一个运动区域嘛？那你如果运动区域一直长期这样非常受害，第一个影响你的运动以外，你容易变残障。它整个其实这个脑的神经系统会互相影响的嘛。哦，所以我刚才那个脑部那一张其实是在呈现，就是说。它不见得要控制你的哪一部分才能达到伤害目的。它从伤害你的脑部就可以达到那个作用。对，而且你如果说自己越去留意的话，像我当下也强调说，我整个头要被吸过去耶。对啊，你看一种，那已经都电磁性的东西嘛，这样怕被吸过去啊，我的呢要抢的就是说你马上你觉察到它已经侵入到你身体深部。没有侦测器。那个有测，可是像那个放射物的那种，我们一般没有办法测。你如果低频的可以测。好，而且我说，所要发现说你快要被吸过去那种，你是不是当下人的萎缩会丢？这当然不利我神经系统啊，不利健康啊。好，就是说，已经嘛我也让讲啦，已经谋杀的手法除了。就是说，它更改了，就是说，它直接伤害你的神经系统。一个直接你即使不死，你也先残障嘛，你不能行动自由啊，或者是你影响你的那个语言表达功能，然后就是说，它就可以再进一步再谋杀你，就更容易。第二，你讲出社会以亲戚后头合作，对啊，所以我说他会有一些那个媒体报道嘛，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我曾经参加过什么团体，或者我们家，包括我发现我们家嘛，比如说我哥哥医师啊，然后一些相关的，比如说都有药厂厂商啊，因为你要切入就厉害，有些我资料，我只是这样拿出来一闪而过明天那个相关的那个报道可能就有，不然就是说这个厂商又被他们找去什么合作，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厉害啊！一个是要给你剥夺你的这个资源啊。然后这边是在讲说那个国际人权公约这边就是说，那个，这是我们总统府在98年通过的，那这边就是说，有关国际人权的规定国内具有法律效力的。因为只要强调出来，咱家己公布的你会当控我们中华民国也是一个很注重人权的国家可是你家己在做迫害公民的代志，就是安尼啊，拢做矛盾的。然后你看这条就有写安尼。这第7条第7条有写，任何人不得施予酷刑或予以残忍、不人道或侮辱的处遇或惩罚，非
非经营本人自愿同意，不得对任何人做医学或科学的试验。所以我在讲这个是，像你人权公约这个都有讲。哦，你有啊，一种放射物啊、电流的攻击，那当然是残忍、不人道的一类处遇啊、待遇啊，哦，这样子啊，就说。这边就是说，这份资料是有，最早是说我在讲，你刚刚也问到嘛，一些人员的那个关系方面。那王伟杰这边要特别在讲，当然他立法院会跟立法院遐有关。伊算7个，啊，毋就参高语人少吧？伊7个人尔，算这嘛无，领导给啊做出办事尔。我知影高语人也是，哦，高语人是北门，也是那边就跟盐田的一样嘛。以前就加一个咱个长老教会，一老师介好嘛，啊加苏万珠拢做伙嘛，拢胡处拢做伙。对，苏万是嘛北门将军遐，拢去打。对嘛，应该作善的，应该是袂呢，应该是讲你讲安尼是较好，因为伊带我一个朋友的祖囝嘛，伊也安尼我就要跟老爸讲啊，我是讲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安尼，你问就是安尼。因为那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那个，本身我们家也都有参加，也算发起是那个一个明德慈善社嘛，他有加入啊，他是因为他有那一份名单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是讲较早你讲要做领导者，要做主持人，要做啥个？哦，唔当时感觉足头痛啊！你讲安尼，你讲那个雄心大志啦吼，要做什么代志？没有，我就讲啊，我这个跟选举无关，我也没有意思要选。要做领导者，做啥爱见？哦，就靠伊会较你开始个政治破坏对。你也无做评论人，应该较袂咧。哦，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莫名其妙啊。可是的确上这是事实啊。你就是。而且你有些事情你没有透过国家公权力你做不出来，为什么那么多公务人员？不可能啊！你若做平凡的百姓，应该是袂像我做成个农社，我做我你也唔敢安怎啊？但只要你要兼公家机关要加倒啥，是无法度，咱是无法度的对。啊，无你这除了做好，但是我知影阮老百姓要趁这条钱咯，吼，较无简单。除非你撞到人路道有啦，应该趁这条啦，吼。那应该去问他们啊，为什么要欺负一个公民？那我讲的，从媒体那边侵权的事证也很多啊，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因为从媒体，毕竟媒体公开的那个有报章或新闻嘛，它是最容易去发现的。就是说还好有从媒体这边发现到更具体的事证。对啊，不然之前讲你就可以像你讲的这样子啊。然后因为我本来很少看电视。那我就是去花莲读书的时候，尤其我才开始就说，哎呦，我看一下电视嘛，尤其看一下新闻啊，那我才发现不对劲，然后又去美国，又去了以后回来台湾，那我当然会更留意啊，才发现原来跟他们那个就是说有一部分是侵权到那个政策，还有到媒体上的新闻啊，你这个情形是较早这主持作者对有分作，咱讲的几个，有其中一个会去报，人谁知？像我阵伫遐听演讲尔，人假日尔，人就讲你昨暝去听演讲哦，人就甲你报，安尼，就头，讲我迄阵，这应该是较无的，比如说我做老百姓、小百姓尔，你要叫我安怎？反正我不管这种吼，是讲你心理上已经无法度做正常人了，对啊，不是，这本来就是不应该接受的行为啊！你本来跟你讲啊，你可以做你的事情啊，我看我们的。问题是谁有这种权利，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的一个对待的方式？所以我也刚刚不受影响。问题是我不需要被这样对待啊！我也讲啦，我就写了书，写了东西，你们希望说啊。好意要看过提供意见，那我可以送一份给你看啊。那你为什么人家写的时候你就要障碍人家？就是怕人家表现好嘛。尤其你知道吗？像有些申请学校的话，他现在有些师资资格，他可以用你的著作去
去申请当那个教师资格，现在不一定要说什么硕士、博士毕业。然后有些人他就是这样眼红，他也会欺负你啊，然后他就障碍。